大王大破东夷蛮族，继承商朝人皇之位，我等能为大王献舞，实乃天大的荣幸。头好痛，我明明在加班。这是什么地方？大王，怎么了？大王，我穿越了，这是封神事件，我是商纣王帝辛，当代人皇，在封神演义里，那个胆敢调戏女娲娘娘的昏君。不对，我就是再蠢也不可能调戏大神女娲。封神世界有仙魔神佛，商朝只是他们争夺气运的战场，可我就是个凡人，又怎么在这神魔世界中自保啊？爹，恭喜宿主神级昏君系统绑定成功，宿主当昏君便可获得奖励变强，缔结姻缘，宿主可获得丰厚奖励哦。昏君系统，缔结婚姻才能够变强，这算什么？难道我真要当一个昏君吗？不过，若这是唯一能活下去的办法，那姑就昏给你们看。大王，您刚临登王位，要好生照顾好自己的身体。你们都下去吧。是，王后娘娘。她是王后姜文强，如此沉鱼落雁，并且贤良淑德，在未来却因为我只宠爱妲己，将其双眼挖下，最终害死，真是暴殄天物。作为一个帝王，我怎么可能只独宠一个妲己呢？手撕宠妃就你了。王后，孤有件军国大事，需与你深入探讨一番。大王，看来这昏君也不好当啊，不知道系统会给我什么奖励变强。爹，宿主首次当昏君，获得奖励先天灵宝玄黄护心塔，可抵御任何干扰宿主心智的法术。能防御任何攻击精神的法术，那类似于元始天尊那般的圣人能抵御吗？在玄黄塔的全力庇佑下，可抵挡3次圣人的神魂攻击。这么厉害！大王，今日大王要去女娲神庙祭祀，千万别忘了。女娲神庙，纣王就是因为调戏女娲娘娘而被降罪，不过这大概率应该是个阴谋。大破东夷的人皇帝辛怎么可能预示到调戏女娲呢？既然我现在有玄黄护心塔，这女娲庙的阴谋应该对我无效。也好，那我便去看看那个胆敢陷害姑的人到底是谁。姑这次一定要逆天改命。圣人推算，大商国运日渐减退，为何近日却有再起之势？天道果然深不可测。人皇拥有人道气运庇护，推算不出罢了。怎么感觉这女娲庙中有人在窥视姑？姑乃当世人皇，执掌人间气运，纵使满天神佛，也休想算计姑。大王，吉时将至，祭祀圣人之礼，不容有失，请大王入庙。系统，你确定那玄黄护心塔能挡住圣人的3次攻击吗？宿主放心，本系统收集的宝物绝对可靠。还请大王为娘娘圣殿题诗，一彰功德。最关键的时刻来了，只要姑题上吟诗，得罪女娲娘娘，商朝就会遭受灭顶之灾。女娲圣人乃人族之母，姑为人皇，敬其功德，更敬其为人族之根本。姑决定将此壁留白，娘娘之功德当铭记于万世人心中。传令，日后每逢娘娘圣诞，皆须诵读娘娘功绩，使万民敬仰，方为致敬。商容丞相以为如何？大王所言句句皆理，臣立刻通传。女娲圣人虽美，但姑不题诗，又能奈我何？想不到这商朝的人皇倒还挺深明大义的。怎么回事？姑的身体怎么不受控制了？这人皇怎么了？好似在挣扎。无耻！姑都已经没有体音师了，竟然明目张胆地算计姑！还好，玄
天皇护心塔帮我抵御了这次神魂攻击。西方教准提接引，你们二人为了推动封神大劫收取门徒，刚步入圣人之境，竟敢算计到我的头上，放肆！这人皇倒是有趣，竟有异宝护体，且能抵御圣人算计。太美了，你是女娲圣人，好一个神圣之姿啊！不愧为人族之母，果然风华绝代。你能看到我罢了，既有缘见我真容，我便提点你一二。一行，你虽贵为人皇，然天命已定，前路凶险，且自明之。我当然知道前路凶险，好在有昏君系统，故一定能避枪。多谢圣人点拨，我既为人皇，便不信命。天要亡我，我便逆天；神要罚我，我便罚神。为了度过封神大劫，接下来一定要尽快寻得良配。地行，你可知此言已是毒神？毒神？若神起，只知以天命愚弄众生，这神不敬也罢。故之道不在顺应天命，而在开创人道盛世。人皇气魄，果非凡俗。地心，但愿你所言非虚。大王，这些便是此次遴选的秀女，皆是名门闺秀，请大王钦点今夜侍寝之人。佳丽3000，当昏君就是爽啊！抬起头来。大王，这是末将的小妹黄飞燕，她年幼不懂规矩，冲撞了圣颜，请大王息怒。黄飞虎的妹妹，封神大劫中，周王就是将他妹妹扔下摘星楼摔死，才逼反了黄飞虎，让他带着家将投奔西岐。这一次，孤不会重蹈覆辙。你可愿入宫为妃？妾身愿意。好，孤就喜欢你这般性情。传旨，册黄飞燕为贵妃，赐居飞燕宫。今夜，孤要留宿飞燕宫，你去安排。诺，奴才遵旨。娘娘，您刚入宫就能得到大王宠幸，可一定要抓住机会啊！小桃，别乱说。大王到。见过大王。都下去吧。孤有事要和黄妃谈。谈事？孤有件军国大事，要和黄妃探讨一番。不愧是黄飞虎的妹妹，将门虎女。恭喜宿主纳妃成功，奖励神通火眼金睛。就是孙悟空在八卦炼丹炉里边炼出来的火眼金睛吗？正是，火眼金睛可看破虚妄，辨识妖邪，洞察万物气机。封神大劫步步杀机，有了如此神通，我便多了一份破局的把握。启禀大王，西伯侯姬昌听说大王选妃，遣使送来一位美人，名曰苏妲己，称其有倾国倾城之貌，特献与大王。苏妲己？怎么会是她？封神演义里，我想要娶苏妲己，似乎都拼死抵御拒绝，怎么这次反而上赶着给送来了？莫非苏妲己也是狐狸精了？看来这封神杀劫不是轻易就能抵御的，就算没有得罪女娲，狐狸精还是找上门来了。哼，管你什么圣人算计，狐狸妖精，我有昏君系统，来一个我收一个，来2个我收1双，让他去偏殿候着，孤更衣后去见他。诺，奴才遵旨。大王，这西域进口的葡萄可还爽口？王后亲手所为，自是甘甜无比。姐姐伺候的周到，臣妾这垂肩的功夫，可还入得大王的眼？爱妃的功夫也是极好的。启禀大王，苏妲己待到。来了，封神大劫的关键棋子，那只小狐狸。
果然是个荒淫无道的昏君。民女苏妲己，拜见大王。大王，此女身段窈窕，的确是个绝色佳人。是啊，大王，此女流落民间岂不可惜？不如将她纳入宫中，与我等作伴，也好侍奉大王。苏妲己，好一只狐狸精，看似魅惑众生，实则不过是被人摆弄的傀儡。虽然最后入了封神榜，却没有他的神位，落得一个生死道消的下场。苏妲己，孤的王后与爱妃之言，你听到了？你可愿入我后宫为妃？哼，果然是个贪图美色的昏君，如此轻易便上了钩，我必让这商纣王室鸡犬不宁。能侍奉大王，是臣妾修来的福分，民女愿意。好，即刻册封苏妲己为苏贵妃，赐居寿仙宫。臣妾谢大王隆恩。今夜便由爱妃侍寝，孤很期待。不愧是青史留名的一代妖妃，果然不同凡响。恭喜宿主纳妃成功，奖励发放帝王专属功法龙玉吞天诀。功法效果，宿主修为与国运绑定，国运越强，修为越高。检测到大伤当前国运，开始灌注修为。恭喜宿主，境界提升至天仙境初期。天仙境，我竟成了仙人！若我励精图治，将大商国运推至鼎盛，难道能挣得天道圣人之位？理论上，只要国运足够强盛，宿主凭借此功法成就圣位，易如反掌。大王，您怎么起这么早啊？不如再陪陪臣妾。成就天仙境，这狐妖就不是孤的对手了。哼，小狐狸，孤倒要看看你想耍什么花样。大王，百官齐聚九间殿，等候大王早朝。孤知道了。不嘛，大王，春宵苦短，那些朝政哪有臣妾有趣啊？今日就别去了，陪陪臣妾嘛。哼，我一定要让你沉迷温柔乡，荒废朝政。我的眼睛！不可能，你明明是凡人之躯，怎么会对我的媚术免疫？检测到苏妲己对宿主施展魅惑术，判定宿主修为为天仙境，高于苏妲己，且身负国运庇护，魅惑之力反弹。苏妲己被宿主魅惑，忠诚度提升至最高。还有这种意外之喜，这祸国的妖妃真要变成孤的爱妃了。爱妃现在可知该听谁的话了？臣妾自然只听大王的话。大王让臣妾生，臣妾便生；大王让臣妾死，臣妾也绝无二话。很好，乖乖在此等孤，晚上孤再来宠幸你。臣妾静候大王归来。大王到，参见大王。免礼吧。今日可有何事要奏报啊？启禀大王，南境急报，有一异人，名唤邓婵玉，不知从何处冒来，竟然聚集了一支兵马，一夜之间连破我3座边城，守将皆非一合之敌，请大王速派良将前往征讨。邓婵玉，三山关总兵邓九公之女。按照封神的剧情，还没到她出场的时候。看来从我没得罪女娲圣人那一刻起，剧情就已经改变了。封神演义只能作为参考。诸位爱卿，谁愿为孤分忧，征讨此辽啊？大王，末将愿往，必提此狂徒首级献于大王。发布紧急任务：邓婵玉身负封神气运，乃天命所中之人。若宿主能将其收服纳入后宫，可极大提振大商国运。只要将邓婵玉收入后宫，就能提升国运。若让飞虎前去，万一有失，肯定坏我大事。不必了，此战孤决定
御驾亲征。大王，万万不可呀！您乃万城之尊，岂可亲涉险地？边疆小患，遣一上将即可平定。大王，沙场刀剑无眼，末将愿立军令状，若不能胜，军法处置。请大王三思。故受命于天，既为当世人皇，自有国运护体，百无禁忌。莫非尔等以为区区一男将女流便能伤得了孤？还是说孤的旨意你们也不听了吗？臣等不敢，大王息怒。既然众卿无异议，此事便如此决定。3日之后兵发南疆。退朝吧。武成王，大王要御驾亲征，万一有失，我成汤600年基业危矣呀！商相所言极是。沙场绝非儿戏。大王虽勇武，那邓婵玉既能连下3场，绝非一羽之辈。为今之计，唯有请文仲文太师回朝啊！文太师，对，文太师师从截教金陵圣母，道法通玄，若有他随驾在侧，方可万无一失。文太师驻扎北海，你我立刻联名修书800里加急，送往北海大营，请文太师前往南境接应。事不宜迟，我们这就去供你书信。大王，吃。美人儿。报！启禀大王，营外有一女将在阵前叫骂。点齐兵马，随鼓出营。大王神威，一定能马到成功。大王，一介女流何须亲自动手啊？交给老夫便是。文太师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文仲可是大商的擎天白玉柱，截教高徒，神通广大。臣听闻大王御驾亲征，特赶来护驾。那邓婵玉交给老臣就是，老臣定将她活捉到大王面前。文太师亲自出马，自然万无一失，更为稳妥。好，既然如此，就由太师前去应战。不过，要留活口啊。大王放心，臣知分寸。太师一路劳顿，请满饮此杯，以慰壮行。大王，且将此酒为老夫温着，待老夫将那不知天高地厚的女娲请来，再饮不迟。果然是国之栋梁啊！把这酒且温着，等太师回来再饮。诺。大王，听闻那女子一人便连破3城，想必有些手段。文太师真能手到擒来？文太师可是截教高人，师从金陵圣母，经历百战，道法通玄，有他出马，犹如探囊取物。大王，闲来无事，春宵苦短，不如我们……军营重地，这样不合适。文太师捉拿那妖妃，至少要2、3个时辰，这时间足矣。大王，大王，幸不辱命，敌将邓婵玉已被老夫生擒。好，太师辛苦了。有文仲这等忠心耿耿之臣，封神大捷又多了一分底气。来，赐酒。太师，此酒尚温，请满饮此杯。谢大王。带进来。带进来。快走，走，快走，走。
你就是邓婵玉？本姑娘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。姑且问你，你父邓九公世受国恩，你为何要举兵造反？呸！无道昏君，你宠幸妖妃，残害忠良，见酒池肉林，天下民不聊生，人人得而诛之。这些都是原来的纣王干的，和我可没关系，这是污蔑。爱妃，你看此等逆贼该如何处置？大王，既然他要造反，应按律处以极刑，以儆效尤。妖妃，你要杀便杀，我邓婵玉但凡皱一下眉头，便不算英雄。大王，这丫头性子刚烈，模样长得也算俊俏，杀了太可惜了，不如纳入后宫，大王好好管教一番。正合我意。太师的意思是，大王，后宫之事但凭大王做主。昏君、妖妇，你们休想！我宁死不从！哼，好一个宁死不从的烈女子！姑爱惜人才，听闻你最引以为傲的便是一身幻术神通。这样，我们打个赌，你施展幻术，倘若我破解不了，我便放你走，如何？此话当真？这昏君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？听说他就是个不通法术的凡夫俗子，莫非有诈？姑乃当世人皇，言出法随，岂会戏言？但是你若输了，就要入我后宫为妃。好，我答应你，但是你不能借助任何的法宝外力。自然，姑只凭自身本事。火眼金睛是我的天赋神通，自然不算法宝。你输定了，给他松绑。狂妄自大！我的幻术乃师尊亲传，玄妙无比，就连寻常仙人也难辨真假。我倒要看看你一介凡人如何破解。此乃我玄门正宗分身幻化之术，一炷香之内，你若是能辨出我的真身，便算你赢。哼，分身幻术有点意思，看我火眼金睛。我这分身幻化之术乃玄门正宗秘传，虚实相生，一体同源，就连寻常的仙人也难以分辨。昏君，我劝你还是别白费力气了。真身在此，还不现身？这怎么可能？你是怎么分辨出来的？山人自有妙计，怎么你想反悔不成？罢了，强扭的瓜不甜，姑也非那强抢民女、不通情达理之人。你若实在不愿，姑就当今日赌约作废。你走吧。大王，谁要反悔不成？我邓婵玉言出必行。既然输了，那便依约随你入宫为妃便是。好，姑就喜欢你这份爽快。你出身将门，姑就封你为英妃，赐居揽英阁。文太师，臣在。南境已平，传姑旨意，班师回朝。臣遵旨。大王，喝酒。外界传言，这昏君荒淫无道，果然不虚。我竟要与这些女子争宠，真是……大王，这位就是您新纳的妹妹，果真是英气逼人，与臣妾大不相同啊。是啊，大王，您此番御驾亲征，不仅平定了边患，更是将敌军的主帅擒拿回宫。这般文韬武略，真是旷古烁今呢。好了，你们既为姐妹，日后要多多亲近才是。江山美人应有尽有，当昏君就是爽啊！英妃妹妹初来乍到，想必还有些拘束。妲己敬你一杯酒，日后我们一起尽心侍奉大王。
大王，按宫中规矩，新妃入宫，大王应多加关照才是。我看呐，今夜就由邓妹妹侍寝，最为合适。姐姐所言极是。英妃，你意下如何？孤从不强求，你若不愿，此事可容日后再议。大王何须多问，我邓婵玉既已入你后宫为妃，今夜便由臣妾侍奉大王。爱妃啊，夜深了，卸甲吧。卸甲？我可爱的英妃娘娘，你披坚执锐，莫非想要穿着这身冰冷铁衣与孤一起睡觉吗？我又没经历过。大王，爱妃长得好美。恭喜宿主大山国运获得提升，龙玉吞天诀晋升至第2层，修为突破至金仙初期。这么快就成了金仙，果然做一个昏君才是通天大道啊！宿主以气运之女双修，奖励先天灵宝、落宝金钱，已存入系统空间，可随时调用。落宝金钱，这可是封神里的奇宝，据说能落尽天下大多数后天法宝，威力无穷。大王，你醒了。哦，昨晚辛苦爱妃了。大王快别说了，羞人。爱妃，你本是将门虎女，世家出身，为何会突然起兵造反？莫非背后有什么人指使？是西伯侯姬昌，他说大王宠幸妖妃，建造酒池肉林，残害忠良，昏庸无道，我当时相信了他。姬昌，果然是他。封神大劫终于要开始了。哦，那如今还觉得孤可是如那姬昌所言，是个残暴昏庸的暴君？都是姬昌一派胡言，大王您英明神武，是真正的英雄。说得好，既然爱妃如此盛赞，那孤可要再好好赏赐你一番了。天命迷常，唯德是辅，是我吉凶。啊，怎么可能？前日占卜，成汤气运已尽，命脉已绝，为何今日卦象，成汤国运竟有死灰复燃之象？父亲，难道咱们伐纣大业有变？天机已乱，我要亲自去一趟朝歌。依考，你是我姬氏长子，你敢跟为父去朝歌探明虚实吗？孩儿愿随父亲前往。好，不愧是我姬昌的儿子，有胆有识。老夫倒要看看那昏君纣王做了什么逆天改命的事情。哎，梆子，这是哪家的王孙贵族出来游玩了吧？气度不凡，肯定是贵人。大王，这集市可真热闹。是啊，
比咱们宫里的后花园有趣多了。大王，此地人流复杂，要多加小心。是啊，大王小心点。放心，我安排有暗中保护之人。美人同游，江山如画，要是没有封神杀劫就更好了。大王，刚刚得到密报，西岐姬昌父子潜入朝歌，在集市中打探消息。姬昌来了，是因为孤没有按剧本荒淫亡国，坐不住，正好让孤看看你究竟有何能耐。听说前面有热闹，走，随我去瞧瞧。这位小哥，据说当今大王帝辛昏庸无道，召集劳役，为他修建享乐的宫殿，肆意纳娶妻妾，百姓们苦不堪言呐！你是什么人？竟然敢如此诋毁我们大王！大王修建的宫殿是给我们普通百姓进学的，并非是为了享乐。给普通百姓进学？大王，姬昌当众妖言惑众，要不要立刻将其拿下治罪？拿下他们易如反掌，但此刻恐怕满天神佛都在云端看着。若当场格杀姬昌，便是公然与圣人撕破脸皮。孤虽不惧，然时机未到，国力尚需积蓄，小不忍则乱大谋。孤倒要看看这父子二人能唱出一台什么好戏。纣王昏庸无道，民不聊生，天下皆知。你这小老二胡说什么？大王圣明，就连我们这些普通百姓的孩子都能读书识字。就是，大王今年还减免了赋税。你是什么人，敢在这里污蔑大王？父亲，他们说的是真的吗？事到如今，真假还重要吗？成汤气数已尽，西岐当行，哪怕纣王没有过错，我们也要为他编造过错，此乃天命也啊！诸位乡亲，不要被表象蒙蔽啊！帝辛不过是收买人心，他是荒淫无道。西伯侯，你千里迢迢从西岐来到朝歌，为何不去觐见孤？昏君！老臣姬昌拜见大王，犬子冲撞天威，还请大王恕罪。老臣听闻大王新政，特来朝歌学习，以便回去造福西岐百姓啊！哈哈。西伯侯，你妄图动摇我大商民心，瞒得过旁人，瞒不过孤。老臣不敢，大王明鉴。哼，退下吧，以后没有召见，不可来朝歌。老臣告退。走。姬昌，今日暂且放你吧，待孤国运再强盛几分，定要与你和你背后的圣人好好清算这笔账。父亲，难道我们眼睁睁看着纣王肆意妄为，破坏朝纲吗？考儿，稍安勿躁。天命在西岐，此乃定数。纣王倒行逆施，看似猖狂，实则如秋后的蚂蚱，蹦跶不了几日了。西伯侯所言极是，成汤气数已尽，天命应在西岐。谁？我大姐说的不错，我们三人今日下山，正是顺应天命，为助西岐而来。从三仙岛飞了一天，饿死了。西伯侯，有什么好酒好菜，都上来。不知三位仙姑驾临，姬昌有失远迎，敢问仙姑仙乡何处？尊号为何？贫道云霄，贫道琼霄。我是碧霄，我们乃截教通天教主座下，在三仙岛修行。哦，原来是截教高徒三仙岛三霄娘娘。哈哈哈！三位仙姑肯屈尊相助，真乃天佑我西岐，推翻暴商，指日可待。哈哈哈哈哈！一个凡间帝王有那么麻烦吗？明天我就去朝歌取他首级，
你们就等我好消息吧。碧霄仙子，纣王身边能人异士众多，万万不可轻易涉险。是啊，三妹，不可鲁莽，此事还需从长计议。三妹，不可因你一时意气，打草惊蛇，坏了大事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区一个纣王有什么好怕的？大不了我明天偷偷过去，把纣王抓过来，给姐姐一个惊喜。有本早奏，无事退朝。启禀大王，西岐近日兵马频繁调动，居心叵测。臣请命，率支精兵前去威慑。大王，据安插在西岐的耳目回报，昨夜有3位形貌非凡的仙姑降临西伯侯府，气息飘渺，绝非等闲修士啊。3位仙姑，可知其来历？听闻似乎是从海外3仙岛而来，好像与截教的通天圣人有渊源。截教3仙岛，莫非是三霄娘娘？他们竟提前下山，直接去了西岐。看来姑这引发的变动越来越大，封神的剧情已经完全改变了。务必给我查清楚这3位仙姑的身份。老臣遵旨。哼，昏君纣王，不必那么麻烦派人打探了。姑奶奶我亲自来了。护驾！何方妖人，竟敢擅闯九间殿，装神弄鬼！昏君，你不是要查我的来历吗？我陛下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我乃截教通天教主座下3仙岛碧霄娘娘便是。昏君，你的死期到了！妖女竟敢口出狂言，大胆妖人！此乃王庭重地，岂容你撒野！大王快走，我等住这妖女。果然是3霄中的碧霄，性格泼辣冲动，法宝应该是金蛟锏。我有落宝金钱护身，无需惧怕此女。检测到封神关键奇人之女，3霄之一碧霄。正愁怎么快速提升国运，应对封神杀劫，姬昌竟将如此大礼送上门。姬昌，你真是个好人啊！你那什么眼神？再看，我把你眼珠子挖出来！可惜啊，卿本佳人，奈何做贼啊！你在叽里咕噜说什么骚话？我听不懂。姑奶奶，我今日就来取你狗命，为天下除害！昏君受死！大王，妖法！护驾！护驾！大王快走！这便是名震封神的金蛟锏吗？果然凶厉。哼，落宝金钱何在？不可能，金蛟锏可是师尊亲赐的至宝，你用的什么妖法？大王，妖女猖狂，请允末将力斩此妖女。哎，武成王且慢，落宝金钱对付这等法宝，果然无往不利。糟了，真该听大姐二姐的话，不该如此鲁莽。昏君，要杀便杀！我大姐云霞二姐穷霄都道法通天，你若杀了我，他们必定将你碎尸万段。哎呀，小妹妹，你口口声声说我昏君昏君，姑且问你，姑究竟何处昏庸？我是残害了你的亲人，还是践踏了你的家园啊？你就是昏君，天下人都这么说。碧霄姑娘，你远在海外仙山，近年来大王轻徭薄赋，鼓励农桑，修建学宫，惠及百姓，你岂可听信片面之词？大王勤于政事，天下有目共睹啊！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。这样吧，你既认定姑是昏君，可敢随姑亲眼去看看这朝歌城，看看姑治理下的商土？看就看，我倒要看看你能耍什么花样。若如你所闻，姑的确是无道昏君，那姑就站在这里，任你打任你杀，绝不还手。如果事实证明姑并非昏君的话，你看什么？如果事实证明姑并非昏君，那么你便入我宫中为妃，如何？可敢与姑赌这一局？大姐和二姐都说他是昏君，
肯定没错，躲就躲，姑奶奶怕你不成？卖包子嘞！毕小鬼，眼前的这番景象，还让你觉得姑是个残暴不仁、弄得民不聊生的昏君吗？哼，谁知道你是不是找几个人演戏给我看？哎，这大哥，我听说纣王帝辛残暴无道，你们怎么不逃去西秦那边过好日子啊？哎，谁传的这种混账话？我们大王好得很，你看这几世都太平。大王去年就减免了赋税，今年又开了学宫，我家那小子都能去认字读书了。这姑娘长得挺俊，怎么净说些胡话？哎，怎么样？现在相信了吧？一个例子说明不了什么问题。好，既然如此，那姑便给你自由。从现在开始，你想去哪儿去哪儿，想问谁问谁，姑绝再不派人干涉。这样，你总能听到最真实的民情了。你就不怕我逃走？我可是来杀你的。姑更怕留得住你的人，留不住你的心。你若执意要走，就说明你我之间缘分浅薄。姑又何必强求？昏君说的话还怪好听了。2000多年后的泡妞套路，还拿不下你这个小丫头片子。罢了，你慢慢逛，姑先回宫了。难道我大姐和二姐真的错了？她好像并不是传说中的那样昏庸无道。大王，我按的怎么样？很好。大王，葡萄好吃吗？好吃。大王后宫佳丽着实不少，真是好不快活。碧霄妹妹这次回来怎么没叫姑昏君？你都逛完朝歌城了？逛完了，朝歌城内极是繁华，百姓安居乐业。那碧霄妹妹是愿赌服输了？好妹妹，如今你也看见了，大王虽爱美人，但心系天下苍生。他乃当世人皇，后宫佳丽3000很正常。更何况大王待我们是极好的。碧霄妹妹，不瞒你说，我当初也是受了姬昌的蒙骗，以为大王暴虐才起兵反抗，好在大王他宽宏大量，既往不咎。我可以入宫为妃，但我要先回一趟西岐，我要把真相告诉大姐二姐，避免他们再被姬昌所蒙蔽。不行，你不能回西岐。为什么？你那2个姐姐道行高深，心思缜密，岂是那么容易劝说的？万一你被他们扣下，姑岂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？绝对不行。碧霄啊，你心思单纯，不知人心险恶。倘若这西伯侯姬昌铁了心要反商，你若回去，恐会被他所害，而且还会连累你的2位姐姐。那我该怎么办？此事简单，你安心留在朝歌。你那2位姐姐倘若知道你被姑扣在宫中，肯定心急如焚，必会来朝歌营救。到时候你再向他们解释清楚真相就好了。大王英明，此计既能保全碧霄妹妹，又能救出另外2位姑娘，此乃一举两得。正是，妹妹在朝歌总比你孤身犯险要好。好，那就依大王之计，我留下。好，你既然愿意留下，那姑便赐你封号。你性子如火，率真灵动，姑便赐你为惠妃，赐居揽惠阁。多谢大王。恭喜大王，又得一位如花美眷，惠妃妹妹初来乍到，今晚该由妹妹侍奉大王。碧霄妹妹，今夜你可要好好把握哦。惠妃妹妹不必紧张，大王自是体贴之人。妹妹放心，我们姐妹们都会帮着你的。陛下遵命。
碧霄已入后宫，云霄琼霄还会远吗？这封神大劫，孤定然能闯出一片新天地。爱妃，你在害怕？没有，大王，只是我从未想过会与你这样相处。白日里那个天不怕地不怕，独闯九间殿的碧霄娘娘，怎么此刻就像一只受伤的小白兔啊？大王，莫要取笑臣妾。爱妃，别怕，看着姑。姐姐，你们要信我，姬昌是骗子，大王才是好人。爱妃，你放心，姑不会让你等太久。你的2位姐姐很快就会来朝歌，与你作伴。恭喜宿主，大商国运获得大幅提升，修为突破至金仙后期。金仙后期，照此速度，凭借昏君系统，就算混元圣人之境，也非不可能。宿主距离成就混元圣人道果，尚需跨越太乙金仙、大罗金仙、准圣3大境界，请宿主再接再厉。太乙、大罗、准圣圣人，竟还如此漫长。奖励先天灵宝阳之玉净瓶。阳之玉净瓶内含3光神水，有活死人热白骨之奇效，亦可将人吸入瓶中，1时3刻便化为脓血。阳之玉净瓶，这不是观音菩萨那个宝贝吗？宿主无需担忧，昏君系统已斩断此宝与未来一切因果，此刻起，它为宿主所用。好，又得一件护身克敌的至宝。姐姐，你们在哪儿？云霄、琼霄，是时候让你们姐妹团聚了。姑很期待。大姐，三妹音讯全无，定是瞒着我们独自去朝歌寻纣王了。她性子冲动，孤身闯入龙潭虎穴，这如何是好？二妹稍安勿躁，三妹虽行事鲁莽，但身负金蛟锏，寻常修士奈何她不得。我担心的是纣王帝辛啊！传闻纣王荒淫无道，三妹落在他手里，岂能有好下场？我们必须立刻去救他，不可贸然行事。此事恐怕就是专门为我们设下的圈套。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啊？我不管什么圈套不圈套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三妹受苦。二妹，大王，怎么了？做噩梦了？大王，我梦见大姐、二姐在西岐被姬昌所害，我害怕。傻丫头，有姑在，你放心，绝不会让他们有事。姑已安排下去，让人去西岐接你大姐、二姐过来，让你们姐妹团聚。谢谢大王。哦，那你该如何谢姑啊？大王想要陛下怎么谢？姑要的谢礼，自然是爱妃你。大王，不行，现在青天白日的。在这里，姑说了算。纣王帝辛现在何处？在揽会阁。爱妃，姑可要来了？大王不要，现在还是白天呢。哼，无耻昏君，竟敢欺辱我妹！今日我定要将你碎尸万段！
昏君！二姐，你怎么来了？昏君，你竟敢欺负我三妹，今日我定要你形神俱灭！二姐且慢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三妹闪开，待我杀了这昏君，救你出去！大王快躲开！梁天尺，专打仙神鼎，禁锢元神。这丫头一出手就是杀招。米粒之珠也放光华。玉净瓶，何在？大王，我二姐呢？你把她怎么了？莫急，姑只是请她进这瓶中休息片刻。你二姐性子刚戾，若不让她冷静下来，怕是她听不得我们解释。有三光神水滋养，琼霄性命不会有恙。这是哪里？昏君，你有了什么妖法？此地乃阳指玉净瓶内的乾坤世界。琼霄，你可知池中三光神水能滋养万物，也能化仙骨为脓血，顷刻间便可让你灰飞烟灭。昏君，要杀就杀！我琼霄若皱一下眉头，便枉为截教门人。但是你必须放了我三妹，否则我便是化作厉鬼也绝不放过你。哦，倒是姐妹情深，可惜你三妹碧霄是心甘情愿入宫为妃，并非姑强留于她。不可能，三妹她怎么会当你这个昏君的妃子？姑此刻便可放你出去，你亲口问问碧霄。只是不知你现在冷静了没有，能否好好听人说话？好，你放我出去，我要亲自问个明白。甚好。大王，您真要现在放二姐出来吗？你二姐在玉净瓶中已经冷静下来，姑这就让你们相见。二姐，你没事吧？三妹，你老实告诉二姐，你入宫为妃真是心甘情愿，并非受他胁迫。千真万确，二姐，我们都被姬昌骗了。大王他勤政爱民，朝歌城内百姓安居乐业，绝非传言中那般荒淫无道。你眸光清澈，没有被空心术操控，既是我三妹自己的选择，我不再阻拦。三妹，封神大劫将至，祸福难料，你既选择留下，定要万事小心，保全自身。二姐且慢，三妹还有何事？二姐，我们三霄自诞生之日起，便同气连枝，从未分离。如今我既已入宫侍奉大王，不如二姐你也留下吧，日后再将大姐接来，我们三姐妹仍在一起，共同辅佐大王，岂不更好？你真糊涂，丫头，是不是这昏君叫你这么说的？没有，不是的，都是我自己的主意。你把自己搭进去还不够，难不成还要把我和大姐一起打包卖给这纣王昏君？二姐啊，三妹，你说的也有道理，我们三霄一体，同进同退，的确不该轻易分开。二姐，你这是同意了？同意？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儿？听琼霄姑娘此言，并不是不想留下，而是另有条件。没错，想让我琼霄入宫为妃，自然要拿出真本事。我自幼仰慕文采风流之士，今日也不为难你，我们便来对对子。我出上联，只要你能对出下联，且能令我满意，我便应了你入宫为妃。大王，我二姐文思敏捷，连文曲星君都自愧不如。三妹，你这哪一边的？我上一世熟读唐诗宋词，博览古今名对，有5000年文墨底蕴，并非毫无胜算。好，姑便与你对上一对，出题吧。你会后悔的。听好了，我的上联是竹本无心，节外偏生枝叶。这联倒也雅致。姑对
偶虽有恐，心中不染尘埃。侥幸罢了。我再出一联：寂寞寒窗空守寡，俊俏佳人唱伶仃。竟能瞬间对出，且妻自接单人旁，意境相合，不可能。望江楼，望江流，望江楼上，望江流，江楼千古，江流千古。映月景，映月影，映月景中映月影，月景万年，月影万年。你一介人皇，整日忙于政务，怎会有如此经世文采？我可拥有5000年文明底蕴。琼霄姑娘，孤对的可还公正？这一局可算是孤赢了。二姐，你可是亲口说的，愿赌服输，可不许耍赖，我都听着呢。我琼霄言出必行，既然输了，我便入宫为妃就是。好，琼霄姑娘果然言而有信，那姑便册封你为静妃，次居庆进宫。三消已得其二，再来一个就集齐了。二姐，快谢恩呀！臣妾谢大王恩典。二姐，按照规矩，今晚该你侍奉大王哦。侍奉便侍奉，我等修仙之人，皮囊就是身外之物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以前怎么没发现二姐这么嘴硬？别闹！二姐，快醒醒啦！太阳晒屁股啦！三妹，怎么是你？快出去！二姐昨晚不是还说皮囊只是身外之物吗？怎么天一亮就害羞成这样了？你这个小妮子，羞不羞？真是跟这个昏君学坏了。这可就冤枉姑了。碧霄这丫头本就是混世小魔王，如今不过是放开了天性而已。天，修为突破至太乙金仙初期。姑现在是太乙金仙了，昏君系统果然逆天，照此速度，修炼到混元圣人之境，姑指日可待。这是太乙金仙的气息，大王竟一夜突破到太乙金仙之境。哦，在二位爱妃眼中，太乙金仙很强吗？何止是强啊，大王！太乙金仙度过3灾5难，褪去凡胎，成就仙体，从此与天地同寿，长生不老，逍遥自在。这可是无数修士苦修万年都难以达到的境界。三妹所言不虚，我大姐云霄苦修无数元会，方修至太乙金仙巅峰之境。大王修为提升如此之快，未来度过封神杀劫也并非不可能。颠，奖励先天灵宝芭蕉扇。芭蕉扇乃混沌开辟后，先天阴阳之气相交于昆仑山仙藤所结之宝。1扇熄火，2扇生风，3扇下雨，能将人扇出8万4千里，威力无穷。大王，这是何种宝物？看起来好生奇特。说我没有看错，此乃先天灵宝芭蕉扇。芭蕉扇蕴含先天阴阳旋风之力，一扇之下，神仙难挡，厉害无比。哎，区区一件宝物而已。爱妃放心，姑日后宝物多了，一人送你们一件称心如意的。大王对我们真好。不知大姐在西岐怎么样了？放心，你2人都在姑身边，你们大姐肯定会来的。西伯侯，世子，贫道2位妹妹身陷朝歌，音信全无，贫道心如油煎，片刻难安，必须前往朝歌救他2人脱险，特来此行。云霄仙子，朝歌乃龙潭虎穴，纣王身边能人异士众多，还请仙子暂留几日，待我细细打探，
从长计议。仙子法力高深，但双拳难敌4手，贸然前往，若有闪失，世子不必多言。贫道晚去1日，我2位妹妹便多一分危险。贫道心意已决，纵是刀山火海，也要闯一闯。仙子，且慢！父亲，就让他这么走了？要是他也陷在朝歌怎么办？走了就走了，正好让他替我们探一探朝歌的虚实，试一试纣王的深浅。父亲的意思是？最好帝辛狂妄自大，把3枭一并大杀，那才真是天助我也。为何？为何？云霄、琼霄、碧霄，乃是截教通天圣人座下亲传弟子。要是他们3人葬于帝辛之手，你以为那些截教的高人会善罢甘休吗？到时候无需我们动手，成汤江山必亡无疑。父亲深谋远虑，如此一来，无论云霄成败，与我西岐皆有利。让他去闯吧，这局棋才刚刚开始。姐姐，快来，我带你好好逛逛御花园。等等我。哎，大姐，你怎么来了？2妹、3妹，你们没事就好。快，此地不宜久留，随大姐离开。大姐，我们没事儿。是啊，大姐，我们在这儿可开心了。别说傻话，纣王昏庸暴虐，朝歌乃龙潭虎穴，快跟我走。哎呀，大姐，你是听了姬昌的片面之词，大王他并非传言中那般荒淫无道。是啊，大姐，大王勤政爱民，朝歌百姓安居乐业，你留下来看看就知道了。不好，2个妹妹心思单纯，肯定是被纣王用邪术蛊惑了心神。擒贼先擒王，看来只有灭了那昏君，2个妹妹才能清醒。若真如你们所言，大姐倒想亲眼见见这位人皇。大姐，你要去见大王？纣王，不管你用了什么妖法迷惑我2个妹妹，今日便是你的死期。大姐。大王，吃葡萄。果然是个荒淫无道的昏君，连狐狸精都敢纳入后宫。今日贫道就要为民除害。连云霄仙子也来了，看来今日3枭就要齐聚了。昏君，受死！大名鼎鼎的混元金斗，内含天地乾坤，能消去3花5气，果然霸道。看来云霄仙子也需要冷静一下。芭蕉扇何在？大王，云霄仙子方才好像看破了臣妾的真身，才伤您的，是我害了你。无妨。昏君，你有种别再使那妖扇，赶快放了我2个妹妹，否则我截教师长降临，定叫你形神俱灭。看来是冷静下来了，很好。这昏君连狐狸精、狐妖都纳入后宫，岂能是什么好人？快放了我2个妹妹！你肯定是花言巧语哄骗了他们。云霄仙子，人有善恶，妖也有正邪。妲己入宫以来，未曾害过一人。你这般偏见，岂不是与那些视截教为旁门左道的阐教门人一样了吗？巧言令色，世人皆知你昏庸无道，难道天下人都错了？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，世人都是如何评价？姑便让你亲眼看看。
云霄仙子，刚才你也已经看到了，在孤治下，百姓安居乐业，路不拾遗，夜不闭户，人人称颂孤之王道，这还不足以证明你所听闻那些传言是假的。朝歌城百姓安居，市井繁荣，难道我真的错了？不，天道大事岂会有错？就算你说的是真的，封神大劫已起，西岐当兴，成汤当灭，此乃天道定数，非你一人之力可逆。孤既为人皇，为天下人之共主，便不信这宿命。若天要亡我成汤，孤便逆了这天。大王说得好，大王一定能逆天改命。云霄仙子，你既深信天道与姬昌，不如你我二人打个赌，如何？你想赌什么？很简单，你们姐妹3人身陷朝歌，你猜西伯侯姬昌会不会来救你？西伯侯仁义之名传遍天下，我姐妹为西岐之事而来，他肯定会设法相救。好，10日之内，若姬昌真来救你们，孤便让你带走琼霄和碧霄；但若是姬昌没有派人营救，仙子就要入我后宫为妃，如何？我怎么？莫非云霄仙子对自己没信心，亦或者是对那西伯侯姬昌没信心？大姐，我们都信你，你和大王赌吧。是啊，大姐，就算万一输了，我们3姐妹能一起在朝歌，不也是件美事？你们2个丫头，这才几日功夫，还记不记得自己站在哪一边？好，这赌约我便接下了，10日为期。西伯侯若不派人前来营救，便算我输了。好，孤很期待10天后仙子履约。大王，舒服吗？这几日亲眼见纣王批阅奏书，整顿军备，勤政爱民，与传闻中那个残暴昏庸的纣王竟完全不一样。大王，尝尝这个，可甜了。姐姐那个不算甜，我这个才最甜。大姐，10日之期已到，云霄仙子，西伯侯姬昌并未前来营救，这赌约是你输了。对啊，大姐，10天过去了，西岐那边一点消息都没有。大姐，你输了。是啊，大姐，可是你亲口答应的，输了就要认罚哦。按照约定，今晚就是你要侍奉大王啦。我输了，愿赌服输，自当入你后宫为妃。只可惜封神大劫已起，天命在西岐，纵使你机关算尽，终究难逃天道定数。好一个天道定数！孤为天下万民之共主，行人道而非天道。若天要亡我成汤，伐我子民，孤便逆了这天。这就是天下共主人皇的气度吗？哼！大姐，既然认输了，就要乖乖听话哦。你们2个死妮子，才几天就学得这般油嘴滑舌，真是讨打。晚上吗？孤很期待。云霄、琼霄、碧霄3霄终于齐聚，也算功德圆满。有她们姐妹相助，大商国运肯定更为稳固。太乙金仙后期。
古往今来，修为提升如此快的，除了那些先天神圣，恐怕再无多少人。这昏君系统果然逆天。奖励人族气运之宝九龙玉玺。人族气运至宝，这是什么宝啊？九龙玉玺乃人族气运凝聚之宝，可镇压国运，避疫万邪，是一切龙族克星。持九龙玉玺，万龙俯首，莫敢不从。好宝贝，真是好宝贝！要是遇到四海龙王或那些龙族大能，此宝便是孤的杀手锏。现在后宫妃嫔众多，众美人性情各不相同，要让后宫和睦，看来要设立一些章程。启禀大王，宫外有一异人求见。哦，是何人啊？回大王，此人自称申公豹。你就是申公豹？贫道申公豹，乃昆仑山玉虚宫元始天尊座下弟子，因与师兄姜子牙理念不合，特来投奔大王，愿以国师之位辅佐，祝大王获得万世不朽基业。哦，那你打算如何辅佐？贫道法力虽然不高，但交友广阔，遍布四海八荒、仙凡两界，无论天庭、地府、人间发生何事，贫道都能第一时间知道。消息灵通的确不错，但凭这点还没办法做国师。大王明鉴，国师之位岂能轻易许诺？大王英明。贫道下山之前，刚得到一个消息，关乎大商社稷安危。讲。我那师兄姜子牙下山投靠西岐，他不知从何处寻到一头真龙，名为敖越。此龙非同小可，有吞噬国运之能。姜子牙居心叵测，定是要以此龙吞噬我大商国运。吞噬国运的真龙，孤刚得到九龙玉玺，是一切龙族克星。看来天命虽不在孤，但孤的系统与天命相比也不遑多让。好，此消息的确紧要。孤封你为大商国师，祝孤成就千秋万世的大业。臣申公豹谢大王隆恩，必将竭尽所能，万死不辞。恭贺大王，再得贤才。姜太公，您能下山相助，实乃我西岐万民之福。伐纣大业指日可待。西伯侯不必多礼，大商气数已尽，天命眷顾西岐，老夫此行便是顺应天时，锦上添花罢了。太公明鉴，这段时日纣王行迹越发诡异莫测，结教三霄娘娘这般神通广大的人物，也先后失陷朝歌，可见纣王不容小觑啊。
西伯侯所虑，老夫早已料到。虽说纣王有些手段，但他好色荒淫，本性难移，这是他最大的破绽。老夫已请来一位帮手。啊？这位是敖月仙子，乃东海龙宫的龙女。龙女？敖月仙子具有吞噬大商国运的无上神通，只要她进入纣王后宫，便可吞噬大商国运。到时候，就是西岐高举一旗取而代之的时机啊！竟能吞噬大商国运，天有稀奇，真是天有啊稀奇啊！敖月仙子，此去朝歌深入虎穴，凶险异常，可谓以身饲虎，你可愿意？吞噬大商国运，能助我晋升大罗金仙之境，于公于私，此行我都义不容辞。善。有带包啊，千万不要像一万的包子，来一个吧。小娘子，你爹欠了我们赌坊300两银子，白纸黑字画了押，负债女还，天经地义。跟我们走一趟吧。我根本不认识你们，光天化日之下，难道你们想强抢民女吗？龙女吗？申公豹说的果然没错，还真来找哥了。大王，你看这姑娘生得多标致呀！您素来怜香惜玉，不去演一出英雄救美吗？单于冰雪聪明，连这种粗劣的戏码还看不出门道吗？不会真的想看姑出丑吧？大王您言重了，臣妾可没有这个意思。大王，我闻到此女身上有一股龙气，她一定不是普通人族女子，莫非是真龙的后代？好了，这种拙劣的戏码，姑看够了。走吧，我们去看看。停！停！纣王果然名不虚传，心思缜密，虚空造物，幻影无形，果然是真龙一族的神通。真龙一族向来浅修，不问俗事。龙女此番前来，所为何事？检测到真龙，若收入后宫，可大幅提升国运。宿主拥有9龙玉玺，能完全克制他吞噬国运的神通。果然有9龙玉玺在手，所有真龙在姑面前都要俯首称臣。两位姐姐误会我了，龙女敖月虽久居深海，但也仰慕大王，只盼能入宫侍奉，这才前来朝歌。纣王果然机警，他心思深沉，一定不会轻易信我，还需另想办法。好，既然龙女想入姑的后宫，那若姑拒之门外，岂不显得小家子气？即日起便册封你为龙妃，此居潜龙殿。你说什么？你当真让我入你后宫为妃？君无戏言。怎么？难道你又不愿意了？他明知我来历不明，心怀叵测，为何还痛快答应？如果你不愿意，想入姑后宫的女子多的是，不缺你一个。愿意。小龙敖月，谢大王恩典。管他有什么阴谋诡计，既然你自投罗网，等我吞噬掉大商气运，助我成就大罗金仙之位，到时看你这昏君还如何得意。大王果然是真龙，出门吃个饭都能遇上龙女主动投怀送抱。大王，此女身为真龙，
甘愿屈尊入宫，我看不止这么简单，你要小心啊。皇妃是在担心姑吗？我才没有呢，我只是害怕后宫2个妹妹会伤心。放心，姑自有妙计。今夜便由你来侍寝，让姑好好看看龙女和寻常女子有何不同。谨遵大王之命。等把大商国运吞噬，我要你跪下来求我。小龙女，春宵苦短，该宽衣了。昏君，让我入后宫是你最愚蠢的决定。等我吸干你的国运，一定让你跪下来求我。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一丝国运都吞噬不到？大商国运好像被保护起来了。爱妃，刚刚在找什么？莫不是……找这个？九龙玉玺，镇压魂荒万龙的先天至宝，不是早在龙汉出劫后跌入了混沌之中了吗？怎么会在你手中？姑从何得此宝贝？你不需要知晓。现在，你可真心臣服？大王手握九龙玉玺，便是万龙之主。好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现在，继续脱衣吧。真龙之体，果然非寻常女子可比。恭喜宿主，大商国运获得提升，龙玉吞天诀修炼至第6层，修为突破到大罗金仙初期。大罗金仙，从此姑也是跳出3界外，不在5行中的人了。天地间，姑也算是排得上号的人物了。恭喜宿主与龙女傲月首次双修，奖励先天灵宝宝莲灯。宝莲灯为混沌4大灵灯之首，灯内蕴含7宝妙火，可净化世间一切邪祟，度化万物，起死回生，更可防护自身，万法不侵。哦，没想到我竟然得到如此有趣的宝物。说起来，能得到熬月和此等宝物，还要多亏了在西岐辛苦筹划的姜子牙。我去！谁在念叨老夫？不好，祸事了！敖月非但未能吞噬成汤国运，反而失陷在朝歌，而且被纣王彻底收服。大商国运非但未衰，反而借真龙之力更上一层。唉，此番老夫办差了，办差了呀！姜太公，敖月仙子实现朝歌，非但未能动摇大商国本，反而气运更盛。接下来如何是好啊？西伯侯莫忧，虽然此番略有小错，但老夫已邀请了另外一位大神通者，
前来相助。能被太公称为大神通之人，必是法力无边、武通3界的高人，不知是哪位仙长？此人乃玉泉山金霞洞玉鼎真人座下嫡传弟子，姓杨名简，法号清源妙道真君。杨戬，莫非是他？正是。杨戬乃天神和凡人所生之子，神通广大，法力无边，手持一柄3尖2刃刀，乃是3界中1等1的战仙啊！竟然如此了得！好，能有清源妙道真君这等大能出马，哼，何愁纣王不死啊？因伤不灭。太公深谋远虑，极常佩服。大哥，你真的要去吗？纣王毕竟是当代人皇，受人道气运庇护，绝非一语之辈，我实在是放心不下。小妹，不必再劝，我已答应姜太公之请，此去朝歌，必取纣王项上人头，以定天下大事。是不是因为我都怪我命数有缺，寿元只剩3年，才逼得大哥你为了替我续命，不得不去冒险，沾染这天大的因果？休得胡言！姜太公亲口承诺，待到我功成归来，他便恳请玉虚宫圣人出手，为你逆天改命，重塑道基。到时候，你的命数隐患一定能根除。安心在家等我，大哥去就来。大哥，大王，今天去哪里呀？1、2、3、4、5，6、7、8，都到齐了。今日姑带你们好好逛逛朝歌城。今日姑带你们好好逛逛朝歌城。哇，你看，你看，纣王帝辛，我更喜欢你称呼姑为大王。你拿着3尖2刃刀，莫非你就是清源妙道真君杨戬？废话少说，今日杨戬就来取你性命，以正天道。且慢，姑与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何要置姑于死地啊？天道大事，西岐当兴，成汤当王，我替天罚罪，何须理由？天道，又是天道。我看你不如把刀放下，跟姑回宫，咱们煮上一壶酒，好好的辩一辩，什么叫做真正的天道。油腔滑调，祸国昏君，找死！大王小心，大王小心！宝莲灯何在？朕。宝莲灯，此宝只有无上慈悲之人才能使用，最能克制我的杀伐神通，他怎么会落在你这昏君手里？无可奉告。大王，此人敢当街行刺，应该就地格杀，以绝后患。且慢，妲己妹妹，他乃阐教3代首徒，师承玉鼎真人，若杀了他，便是与整个阐教结下不死不休之仇，后患无穷。难道只许他杀大王，不许大王杀掉他吗？颠！检测到封神7运之女杨婵与杨戬命运高度绑定，若能将杨婵收入后宫，可大幅提升国运，并且可以收复杨戬。杨婵
记得没错的话，宝莲灯本是杨禅的成名宝物，看来杨戬确实不能杀。收！他的法力已被宝莲灯镇压，先将他押入天牢，严加看管，留待以后处置。诺，谨遵大王之命。大哥怎么还没回来？朝歌城是龙潭虎穴，大哥不会出什么事儿吧？不行，我得去找大哥，不论生死，我都要和大哥在一起。五魁首啊，6，瞧，来，你输了，喝。来，这把不算，再来，来就来，俩，好七枚，哎呀，这酒啊劲儿真大，头好晕。你喝醉了。大哥，小妹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来救你。大哥，快跟我走。不对呀，这里是天牢，纣王费尽心思抓住我，不好，这里有陷阱！小妹，你快走！不，大哥，我不走，你在哪儿我就在哪儿。若是大哥遭遇不测，我独活于世又有何意义？兄妹情深，真是令人动容啊！纣王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。孤来朝歌天牢，莫非还要向杨禅姑娘汇报吗？果然是陷阱。纣王，我杨戬一人做事一人当，刺杀你是我的主意，与我小妹无关。放他走，我任你处置。哥，我不走。爹，检测到封神气运之女杨禅先天命数有缺，本源亏损，寿元仅剩3年。提示：杨禅与先天灵宝宝莲灯同源共生，以宝莲灯可补全其命数，并使杨禅修为突破。原来如此，杨禅命悬一线，寿元将尽，难怪杨戬这等心高气傲之人会甘愿为姜子牙驱使，倒是个重情重义的神器。姑什么时候说过是来处置你们的？我刺杀你，你不杀我？姑像是那种滥杀无辜的昏君吗？再说了，你也是因为暧昧心切才做出此行为，情有可原。哼，花言巧语，你耍什么把戏？直说吧。那姑可说了，姑想要你清源妙道真君归顺我大商，辅佐姑。另外，要杨禅姑娘入我后宫为妃。不可能，我杨戬岂会卖媚求荣？昏君，你做梦！你们先别急，等姑把话说完，你们说不定会回心转意呢。巧舌如簧，任你说的天花乱坠，我也不可能让我小妹入你的后宫。若说姑能够治好杨禅姑娘命数有缺的顽疾，也不愿意吗？你怎么知道我小妹命数有缺？此乃天道，我遍访名山，求教师尊，唯有圣人出手，方能逆天改命。你休要信口雌黄骗我！哎呀，姑乃人皇，金口玉言，是真是假，一试便知。好，若你真能治好我小妹，我也不反对。但是这得是我小妹心甘情愿，你不可强求。姑相信杨禅姑娘会愿意的。宝莲灯，杨禅姑娘命数有缺，皆是因为其本源缺失，而宝莲灯恰恰就是她缺失的那一半本源。我将其宝莲灯赐给杨禅姑娘，不仅可以补全其本源，更可使其修为大幅度上涨。走。大哥，我的命数补全了，而且
我的修为突破到了太乙金仙之境。苍天有眼，苍天有眼呐！杨婵姑娘安然无恙，那么你们二位是否兑现你们的？此事全凭我小妹心意，大哥都听你的。大王救命之恩，杨婵无以为报，唯有以身相许。只是我大哥他……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姑现在就册封杨戬为大商伏魔大将军，享国运，统一方之军，位同文太师。而你，杨婵姑娘，姑册封你为莲妃，此居华清宫。臣妾谢大王。杨戬，谢大王。不过，你可不准欺负我小妹。你若令我小妹受半分委屈，我杨戬就是拼个神魂俱灭，也跟你不死不休。有你这尊战神护妹狂魔，姑哪敢对他有半分不好？供着还来不及呢。姑怜香惜玉之心，天下人皆知，怎可能对他不好呢？杨婵姑娘，随姑回宫吧。大王，你以后可得联系着点儿。你已是大罗金仙之体，杨婵妹妹出城雨露，身子娇弱，哪能经得起您这般折腾？就把她给累的。听爱妃这语气，是在暗示姑，你能经得起姑的折腾？大王，你又在取笑臣妾了。恭喜宿主成功将封神气运之女杨婵收入后宫，龙玉吞天诀修炼至第7层，修为突破到大罗金仙中期。大王，您的修为又突破了。我已经是大罗金仙中期，不过我的目标是万劫不灭的混元圣人道果。大王，您天纵之姿，一定能达成所愿。恭喜宿主首次与杨婵双修，获得特殊情报。天庭长公主龙吉已经下界，化身算卦师，与朝歌东市摆摊。龙吉公主为昊天上帝与瑶池金母独女，奉昊天上帝密旨，因纣王亵渎女娲圣人，怠慢上天特来问罪。龙吉公主，姑明明没有亵渎女娲圣人，看来是来找姑的麻烦了。爱妃，陪姑去东市走走。好。太公，您是说杨戬非但没有杀死纣王，反而还归顺了殷商？唉，是老夫失算了，不知纣王用了什么阴险手段，竟让杨戬甘心臣服。看来我们都小瞧了这位人皇的手段。那该如何是好？太公，既然杨戬归顺了纣王，那殷商岂不是如虎添翼？纣王倒行逆施，逆天改命，已是人神共愤。为今之计，唯有堂堂正正下一道讨逆檄文，公示天下，向大商宣战。太公，殷商拥兵100万，战将如云，我西岐兵力悬殊啊！西伯侯莫忧啊，纣王都是些凡人兵马。老夫已经邀约3山5岳的仙道好友前来助阵，纣王就算兵甲再盛，岂能抵挡仙家妙法呀？覆灭殷商就在此时。西岐上下，愿奉太公号令，讨伐殷商。
今日3卦已算完，诸位请回。大王，这就是你要找的道长？有点意思。系统上说龙姬公主是天帝的女儿，看起来倒是妙事。叮，检测到封神7运之女天庭长公主龙姬，纳入后宫可大幅提升国运，获得丰厚奖励。果然如此。今日3卦已算完，诸位请回吧。小姐神机妙算，不知道能否为在下算一卦呢？贵人当前，当然可以破例，请写一个字。让你算个卦，你在这装神弄鬼叹什么气？非是在下装神弄鬼，实在是此乃大凶之兆，亡国之象。胡说！我家公子福泽深厚，怎么会是亡国之象？哎，让他继续说。阁下请看，这王字3横1竖，3横代表天地人，这一竖本应贯通3者，纵横3界，但阁下所写这一竖，锋芒过露，刚极易折。更关键的是这一横代表天，这一横阁下写得过于霸道，已有冲撞上天，与天争锋之象。此乃逆天而行，亡国之象。本以为你是昊天上帝与瑶池金母的嫡长女，能有几分本事，没想到也只不过是装神弄鬼的庸才罢了。你怎么知道我的身份？纣王，你既然知道我的身份，可知我此番下界所为何事？公主莫不是奉了天庭之命来抓我上天庭吧？果然是个聪明人。我的确奉了天帝之命来捉拿你，不过嘛，我现在改主意了。你这人倒是有趣的很，我倒要留在你的身边看看，你究竟做了些什么，惹那么多神仙对你咬牙切齿。长公主觉得孤有趣，但凡对孤感兴趣的女子，都入了孤的后宫。怎么，长公主莫非也有此意？哼，狂妄！你以为我是你后宫那些庸脂俗粉吗？我龙吉未来的夫君，必定是顶天立地、纵横3界的至强者。你说谁庸脂俗粉？哼，说的就是你。小狐狸精，换了身皮囊，也遮不住那股子媚俗之气。你，哎，算了，公主既然想留下，在朝歌城就要守孤的规矩，明白了吗？这自然是。大王，8败李佳吉，西岐姬昌他已经散发檄文，公然污蔑大王10大罪，已起兵反商，正向朝歌杀来。哼，乱臣贼子！封神大劫正式开始，郭道要看看谁能笑到最后。此次的檄文，诸位爱卿都已经知晓了。西岐姬昌举兵来犯，都说说吧，应该怎么办啊？大王，姬昌既发檄文，便是要撕破脸皮，必须以雷霆之势速战速决，以免其他诸侯观望，酿成大祸。大王，姬昌老儿大逆不道，臣请旨，率兵踏平西岐。
老臣附议，西岐藐视天威，老臣愿为先头，定让那敌军有来无回。臣等请战，踏平西岐。我云霄修为乃大罗金仙，执掌先天灵宝混元金斗，此等修为，愿助大王一臂之力。我琼霄执掌先天灵宝金蛟锏，可能上战场。我碧霄道法通玄，三霄合力，神仙难挡。臣妾弓马纯熟，通晓军阵，愿为大王冲锋陷阵。我为东海真龙鳌月，行云布雨，翻江倒海，愿随大王出征。杨禅执掌宝莲灯，也能保护大王。妲己也想随大王出征。姑何其有幸，有这么多情深意重的红颜呢？好，姑准了。好，姑准了。凡是有神通、道法高深的爱妃，皆可随姑一起出征。其余的爱妃需留在朝歌，安抚民心。此战并非寻常征法，首战即决战，一战定乾坤。此次姑随军出征，便是让那些摆布人间的神仙们看看，这人间是姑说了算。臣等谨遵王命，愿随大王踏平西岐，扬我国威。愿随大王踏平西岐，扬我国威。爱妃，洗好澡没有？纣王陛下真是好雅兴。所谓的御驾亲征，原来是带着你这些爱妃来军前营地寻欢作乐。龙姬公主此言差矣，运筹帷幄，决胜千里之外，这是为帅之道。这安抚爱妃，愉悦身心，是为人皇之乐。这两者并不冲突。大王，龙姬公主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啊。你说谁吃不到葡萄？启禀大王，西岐叛军有一小将，嚣张叫阵，气焰猖狂。来者何人啊？回大王，那小将看上去年龄不大，脚踏一对风火轮，手持火尖枪，自称名叫哪吒。哪吒，这是混世小魔王打头阵。传我军令，命伏魔大将军杨戬出阵迎敌。是。杨戬的八九玄功正好克制哪吒的莲花化身，由他出战，先挫一挫西岐的锐气。哼，麾下大将正在为你浴血搏杀，你这位主帅倒好，在此饮酒作乐，果然是昏君。龙姬公主，要不先出去一下？我为什么要出去？姑与姑的两位爱妃有重要的事情要探讨一下，莫非龙姬公主也想参与一下吗？昏君，无耻！风铃，今晚你就潜入殷商大营，不惜一切代价取纣王项上人头。此物可帮你隐秘气息，躲避法术探查。风铃领命。父亲，此事是否欠妥？姜太公一直说我西岐为堂堂正正之师，当以王道碾压击溃殷商。若是让外人知道我们行刺之举，会不会有损父亲仁德之名？若是让外人知道我们行刺之举，会不会有损父亲仁德之名？哼，所谓的仁德，不过是世间的迂腐而已。成王败寇，为父就是未来天下的共王，我要为天下的苍生负责。
可是父亲，姜太公他……不用管姜子牙，此事你知我知即可。纣王，你的死期到了。这么简单？不对，孤的命可没这么容易拿到。西伯侯姬昌真是黔驴技穷了，派这么一个小丫头来行刺。世人皆传称西伯侯姬昌仁义，没想到背地里也会行这等伎俩。仁义，只不过是伪君子罢了。丁，检测到封神7运之女风铃，若纳入后宫，可大幅提升大商国运。又是一个身负大气运的女子，姬昌，你真是孤的送宝童子。你打算怎么处置这个刺客？此女容貌姣好，当刺客太可惜了，不如入孤的后宫为妃。你疯了？他可是来杀你的刺客，你要纳他为妃？哎，英雄不问出处，他不过是走错了路，跟错了人。每个人都要有改过自新、弃暗投明的机会。你休想，我是不会做你的妃子的。性子还挺烈，无妨，姑有的是时间。父亲，大事不好了！风铃行刺失败，被纣王活擒了。哦，失败了。既然失败了，他还活着干什么？啊！派人潜入殷商大营，灭了口，绝不能让他毁坏为父经营多年的仁义之名。可是父亲，风铃毕竟为我西岐立下汗马功劳。成大事者不拘小节。风铃的性命与西岐的千秋大业，与为父的威望相比，孰轻孰重？还不快去！是，孩儿遵命。哼，废物，都是一群废物！纣王，天命在周，这都是天道定数。我姬昌才是天命所归的真主。侯爷，风铃无能，辜负了你的信任。谁？侯爷密令，你任务失败，让我来送你上路，以绝后患。侯爷，你好狠！行。纣王，看到了吗？这就是你效忠的侯爷，你为他卖命，他却想杀你灭口。就这样假仁假义的伪君子，值得你卖命吗？你一直在暗中保护我。唉，你可是姑预定的妃子，也不忍心看你香消玉殒。谁要做你的妃子？姑从不强人所难，你若不愿，姑便等你愿意的那天。我也没说我不愿意。哦，是姑疏忽了，是姑疏忽了。你可愿意做姑的爱妃？大王不嫌弃我是刺客，还救我一命，妾身无以为报。傻丫头，既入姑的后宫，便是自己人了。那姑册封你为灵妃，从此你便不是刺客风铃，而是姑的灵妃。臣妾谢大王恩典。大王还有人呢。出去吧。
现在没人打扰了。大王还真是无女不欢，这才1日不见，就纳了这个小刺客为妃。这样下去，怕不是朝歌城内的美人都要入了你的后宫吧？哎呀，龙吉公主，你都吓到姑的爱妃了。若是公主对姑的后宫生活有兴趣，何不亲自来体验一番？姑的龙榻上还有位置呢。痴心妄想，我龙吉未来的夫君必定是顶天立地、震慑3界的大英雄，岂是什么阿猫阿狗都可以当的？这3界6道，还有谁能比姑更配得上英雄2字？大王脸皮的厚度倒是称得上3界第1呀！爹，恭喜宿主打上国运提升，龙玉吞天诀修炼至第8层，修为晋升至大罗金仙后期。你又突破了，这么快，这不合常理。怎么，公主殿下回心转意了？没关系，姑的后宫还留有你一个妃位。休想！就算你修为通天，也是个好色的昏君。我龙吉宁死不屈。爹，恭喜宿主与风铃首次双修，奖励先天灵宝捆仙绳。此宝上可捆仙神，下可附妖怪，已存入系统储物空间，随时可取用。捆仙绳，此宝正好克制天上那些仙神。托塔天王李靖，你怎么来了？长公主殿下，天帝命你下界问罪纣王，你却滞留人间，迟迟不归。天帝命本帅前来，带长公主回天庭复命。不，我才不要回去呢！天庭规矩森严，哪有人间这般自在？我才不要回去！这可由不得公主殿下任性。来人，请公主回天庭。且慢，在姑的地方抓姑的客人，有问过姑的意见吗？纣王，本帅奉的是天帝旨意，你若是敢阻拦，就是逆天。笑话！天地管天，人皇管地，在这人间，就算是天帝亲自驾到，也得按姑的规矩来。龙吉公主，你不能带走。好个狂妄自大的昏君，敬酒不吃吃罚酒。看法宝！大王小心！这是7宝琉璃塔，能摄万物，镇压一切神魔仙佛。一旦被吸入塔中，永世不得超生。来得正好，刚好是姑心得的宝贝。捆仙绳，去！纣王，帅乃天庭亲封的兵马大元帅，你敢对本帅动手，就是违抗天庭。笑话！天庭的人，姑乃人间的至尊，你在姑的地盘上耀武扬威，姑为何不能对你动手？公主殿下，你迟迟不归，百般推脱，莫非你是与这纣王生了不该有的凡俗之情？这可是违反天规的。不是这样的，我只是不想回去。看他这慌乱的模样，莫非被李靖说中了？这位公主殿下对姑还真动情了。这么说来，天庭这次兴师问罪，反倒是给姑送了一记神助攻啊！好了，
孤的客人还轮不到你来审问，滚回你的天庭去吧。记住，这人间还轮不到天庭来作威作福。公主殿下，天规森严，动了凡心就是大忌，你好自为之。哼。哎，龙姬公主，为何不敢看姑啊？你盯着我看什么看？别以为你帮了我一次，本公主就会感激你。方才托塔天王李靖说你对姑动了凡心，莫非是真的？才没有，当然是假的。你少听他胡说八道，我怎么可能会喜欢你这种昏君？原来如此啊，看来是姑自作多情了。既然公主对姑并无心意，甚至厌烦，明日姑还是安排最大的仪仗，恭送公主返回天庭，免得惹公主生气啊。等等，谁说我厌烦了？我只是……我只是觉得你人还不错，但是你后宫里的那些莺莺燕燕也太多了，我觉得很厌烦。原来你是在意这个。姑后宫的美人虽多，但她们每一位都是姑心中独一无二的珍宝。公主你更是独一无二中的独一无二，无人可替代。花言巧语，你以为我是你后宫里的那些莺莺燕燕？你干嘛？放开我！今夜留在姑的帅帐中睡觉如何？只是睡觉？只是睡觉。坏人！昨晚说好的，明明只是睡觉，你言而无信。爱妃可冤枉姑了。哎呀，姑本想睡觉，奈何公主不许啊。你还说？参见大王，参见王妃娘娘。尔等是我朝歌的第一道防线，辛苦诸位了。为大王效力，万死不辞。好，待此战攻城，踏平西岐，尔等皆是功臣，姑必论功行赏，封官进爵。谢大王罗恩。好了，继续巡逻吧，不可懈怠。诺。都怪你，都怪你，差点让我失了礼数。爹，恭喜宿主搭上国运大幅提升，龙玉吞天诀修炼至第9层，修为突破到准圣境界。大王，你又突破了。准圣境界，仙斗极致，混元圣人之下已无敌手。距离万劫不灭的圣人之位，只差最后一步之遥。检测到宿主与龙脊首次双修，奖励先天至宝东皇钟已存入系统空间。检测到宿主与龙脊首次双修，奖励先天至宝东皇钟已存入系统空间。东皇钟又称混沌钟，乃盘古开天斧斧柄所化，为洪荒3大先天至宝之首。东皇钟，这可是连圣人都要动心的开天圣器。
莫非他真能打破宿命，闯过封神大劫？大王突破准圣之境，从此天地之大，尽可逍遥。除非是不死不灭的圣人亲自下界，否则普天之下没人能约束得了大王。更何况诸位圣人深居简出，等闲不理俗物。女娲娘娘，您怎么来了？参见女娲圣人。我这个乌鸦嘴，刚说完圣人不下界，免礼。帝辛，本座确实未料到你竟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晋升至准圣境界，还真让本座刮目相看啊！帝辛都是托女娲娘娘的鸿福。天地圣位共有7尊，如今紫霄宫中已作6圣，你若能证得最后1尊圣位，汇聚人道气运于一身，或许真能逆天改命，打破封神杀劫的定数。女娲娘娘，孤若想证得圣位，恐怕西方教2位定会前来阻挠，届时还望女娲娘娘看在昔日的香火情分上，能助孤一臂之力。哼，那便要看你是否能让本座心情愉悦了。你看孤作甚？大王竟与女娲圣人有交情，圣人甚至亲自现身与大王交谈。习惯就好，日后说不定孤也能证得圣位。若大王证得圣位，岂不是说我龙籍的夫君是圣人？那可真是至高无上的存在，与天地同寿，历万劫不灭啊！距离圣人之境咫尺之遥，看来还需要一个妃嫔助我最后一步。姜太公，殷商如今猛将如云，杨戬、文仲、黄飞虎个个能征善战，纣王后宫的妃子更是神通广大。我西岐连连损兵折将，这该如何是好啊？唉，父亲所言极是。哪吒与杨戬交手多次，早已心生厌倦，甚至扬言若是再逼他出战，就投奔纣王。军心涣散啊！唉，是老夫失算了。没想到纣王竟然网罗了这么多能人异士，看来只有请几位真正的大能，才能扭转乾坤啊！子牙师弟，何事让你如此愁眉不展？是何方高人，请现身一见。龟灵师姐，您怎么亲自来了？子牙师弟，我在天上驾云行至此处，忽然心血来潮，有一桩与我相关的因果落在此处。听你方才所言，遇到了什么棘手之事吗？师姐明鉴，殷商纣王网罗了众多能人异士，我西岐连连受挫，损兵折将。若再无法破局，只怕是伐纣大业将要功亏一篑呀！还请师姐出手相助。原来就是这等事情，罢了，我出手帮你破了这殷商的军阵。多谢师姐，以师姐您通天彻地大神通，定然万无一失啊！西伯侯姬昌拜见圣母娘娘。
待伐纣大业攻成。我西岐必当为娘娘建造圣庙，香火永续，以报娘娘今日恩情。不必了，我也只是来寻找与我有关的那份机缘罢了。启禀大王，经过1个月的征战，西岐折损甲胄，姬昌老儿已龟缩在军营里，黔驴技穷了。西岐已经衰落，可惜还差一位妃子助我冲击圣位。这段时间姬昌竟未曾再派美人过来，倒有些不习惯了。启禀大王，营外有人叫阵，气焰极为嚣张。哦，来了多少人马？回大王，只有1人。哦，来了多少人马？回大王，只有1人，是一女子，自称龟灵圣母，长得极为貌美。龟灵圣母，截教4大亲传弟子之一。好，祝姑凝聚成就圣位的最后一个妃子终于送上门来了。姬昌、姜子牙，姑多谢你们了。传姑的旨意，众将连日征战，身心疲惫。这次龟灵圣母叫阵，由姑亲自去会会的。大王神威盖世，亲自出手，定是马到成功，手到擒来。你就是纣王？奇怪，之前只是心血来潮，为什么见到此人，那感应竟那般强烈？难道我感应到的那一线机缘，就应在此人身上？没错，姑就是纣王。你一个人前来叫阵，就不怕姑把你绑了押回营中？或是说你以退为进，另有所图，想随姑进入姑的后宫之中啊？这昏君胡言乱语，可为何我修炼万年的道心竟如此慌乱？难道真如他所言，我的机缘是入他后宫？不，绝无可能！我是为助子牙师弟破敌而来。无道昏君，休得胡言！我今日前来，便是来取你性命，为苍生除害。你还有何遗言？此女性情刚烈，修为高深，不如捉回营中再说。捆仙索缚！昏君，你怎么会有捆仙绳？这乃上古灵物，已经失传已久。奇怪，我为何对他生不出半分杀意？难道他真是我感应到的机缘？等你随姑回军营，姑与你细细说来。带走。大王，这位仙子莫非就是新来的姐妹？那要是这样的话，咱们后宫可是又添了一位神通广大的仙子啊！这位可是截教4大亲传弟子之一的龟灵圣母，性格刚烈。龙姐，你素来能言善辩，不如你帮姑劝劝她啊！龙吉公主，你可是昊天上帝与瑶池金母的嫡长女，是天庭最尊贵的公主，你怎会甘心做这昏君的妃子？龟灵姐姐，大王并非你口中的昏君，他可是有望正得天地间最后一尊圣位的大英雄。
是能带领殷商超脱劫数，开天辟地的未来圣人。未来圣人？怎么可能？圣位早已注定。有何不可能？孤的圣路，自有孤自己来证。以人道为基，鹰山国运为凭，天下气运之女为伴，共筑不朽根基。孤这后宫妃位尚有一席空缺，本是为你而留，无奈你并无此意，看来孤也只好放弃了。我感应到的机缘果然是纣王，要是能成为圣人的妃子，大道有望。我愿意。这妃位我接下了。孤必不负你今日的选择。龙姐，你先回去休息吧。是，大王。您与归灵姐姐安心论道，龙吉就在帐外为您护法，绝不让任何人打扰。还请大王怜惜。爱妃放心，孤有分寸。春宵苦短，我们休息吧。恭喜宿主，大商国运大幅提升，龙玉吞天诀修炼至第10层，修为突破到准圣大圆满境界。徐总，你在搞什么？怎么才突破到准圣大圆满？孤可是刚夸下海口。混元圣体玉女神功，这是什么？宿主只要使用此功法，与众妃神魂双修，便可突破至浑元圣人之境。与所有爱妃神魂双修。大王今日让姐妹们前来，是否有要事商议？不错，孤寻得一门无上正圣之法，需借诸位爱妃之力，与孤同时神魂双修，共鸣道基，铸就圣位。双修，在此处光天化日下。王后莫急，此乃神魂交融的无上玄法，共参大道，并无亵渎。祝大王正得圣位，是我等分内之事。姐妹们，大道在前，祝大王成此圣道，也是我等的一场造化。姐姐说的对，大王的事就是我们的事。咱们姐妹同心，其利断金。大王有令，臣妾万死不辞。妾身定尽力而为。杨禅义不容辞。参与此等盛事，乃是我龙族的荣耀。风宁的命是大王给的，仅凭大王吩咐。归灵愿与大王共襄盛举。好，得妻如此，夫复何求？时辰已到，我们开始吧。此次冲击圣位，不仅仅是为了孤一人超脱，更是为了这些红颜知己，为了殷商国运。
姜太公，桂林圣母乃是截教真传弟子，如今也入了纣王的后宫。到底是怎么了？难道纣王的魅力就如此大吗？侯爷勿忧，贫道好友众多，已经请了骷髅山石矶娘娘、九龙岛四圣、蓬莱岛一气仙鱼园前来助阵，定能扭转局势。也只能如此了。不好，原来如此，怪不得纣王能网罗这么多能人异士，竟是要汇聚人道气运，正天地间最后一尊圣位。拯救圣位又如何？难道还能强过天命？圣位乃是超脱之境，一旦成圣，万劫不复，翻手间便可覆灭西岐。我等在其眼中如同蝼蚁一般。那该如何是好？事到如今，唯有看天意了。区人皇竟妄图争得圣位，不自量力。人皇逆天而行，罪业滔天，今日便由你我二人亲自出手，了结此劫。人皇屡次逆天，祸乱苍生，我等出手灭之，乃是替天行道。善，圣位有定数，岂是这区人间帝王可以觊觎？何该化为灰飞？西方教准提接引，你二人枉为天道圣人，竟亲自下场对未成道者出手，圣人的颜面都被你们丢尽了。女娲，我们是维持天道秩序，纣王倒行逆施，天地不容，今日必死无疑。本座在此，你们休想动人皇一根发丝。女娲，你是想以一己之力抗衡我二人？狂妄！哼！如果再加上孤呢？恭喜宿主成功证到混元圣人，从此万劫不灭，因果不沾。二位圣人，刚刚是谁说要替天行道，灭孤的？立心道友能以人道拯救混元，乃开天辟地未有之壮举。既然人道已立，圣位已成，便应顺应天意，得应圣道。恭喜道友，从此洪荒又多一位旗手。启禀圣君，逆贼姬昌、伯邑考已被擒回，请大王示下。圣位是我的，我才是天命所归的圣主，我姬昌才是圣主，你帝训不过是窃取天机的逆贼，还我圣位，还我圣位啊！人都疯了，孤也并非嗜杀之人，他们两个还是送入轮回吧，希望来世他们能做个安安分分的普通人。臣领旨。还我圣位，还我圣位！大王，哎呀，来抓我呀！
来这了呀！哎呦呦呦！大王，来抓我哎呀！让我抓着了吧？大王，你耍诈！就是大王偏心，专挑好欺负的抓。帝辛成功争得混元圣人尊位，世间自此风调雨顺，万象升平，三界秩序井然，开前所未有之盛世。他携爱妃同享不朽长生，开创了人皇、神明、众生和谐共处的新纪元。